家新年好！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养花开花，花开富贵。新春佳节，请大家欣赏这一盆春石斛。这盆石斛枝繁叶茂，花开爆盆，真正的爆花。这盆花的催花过程，在我的视频第34、39和44集里面有详细分享。这就是催花的结果，花开爆盆。对这个结果，我是相当的满意。这就是催花的成绩单。对它，你会给我多少分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给我打分。如果有什么建议和问题，同样欢迎留言。这花那么的美，当然要细细的欣赏。先看它的枝条，它的枝干很多，而且枝干都长得很粗壮、高大、饱满。几乎所有的花都在这个时间打开了，只有2个花苞还没有打开，在这里，看到吗？所有的花同时间打开，就起到了一个爆盆的效果。放眼看过去，每一条枝条都开满了花，除了盆面上的几棵小苗，还有就是这里前面的这两条。这2条呢，因为当时催花的时候它还没有成熟，没有成熟的植株，即便是一同催花，条件都一样，它是不会出一个花芽。但是成熟的植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条枝干虽然短，但是在一个芽点上就可以开出了4朵大花。这盆花每一个芽点至少分化成2朵、3朵或者是4朵。3朵是普遍的，2朵和4朵是比较小的。这么多的花同时开放，而且它尺寸不小，看上去就感觉非常的多。再来看每一朵花，它的花唇瓣非常的美。它的颜色很有层次感，里面有浅的紫色到深紫色，还带有一点黄绿色的边，再到白色，最后在唇边还有一个紫色。这紫色染在波浪形的唇边和花瓣上，是那么的漂亮。颜色配搭柔和雅致，美花也要绿叶衬托。看这叶子油亮翠绿。通常我们看到的开花石斛都基本上看不到叶子，因为在催花的时候叶子都掉光光了。而这盆的绿叶完全是低温迅速催花的结果。接下来我想对春石斛催花做一个总结，归纳起来其实只有3点。第一，就是秋天的时候开始使用磷钾肥，同时在不晒伤它的情况下给它最高的光照。这盆花的光照是与卡特兰相同的强度。这2点是为了让它储备能量，为花芽分化做准备。第二，就是在秋末初冬的时候严格控水。春石斛在华氏38度摄氏4度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休眠状态。我们要把握好有明显温差的时间段，就是华氏65度到38度，摄氏19度到4度这个时间段，让它接受2到4个礼拜的迅速降温。
这盆花只接受了2周的低温，因为温度马上就要跌到0度冰点了，所以要赶紧把它搬回室内。温度呢，我们无法控制，但是浇水就可以。在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控水，严格的控水。给它的水量呢，只要保证它不变成菜干就行了。搬回室内的花要继续的严格控水，直到你看到有明显的花芽。第3点，当你看到有明显的花芽的时候，就开始恢复浇水。第1、第2次浇水是水过鸭背式的，接下来是正常的浇水，并施加稀薄的磷钾肥，直到你看到明显的花苞为止。以上3点就是春石斛催花的3要素。还有一个要点，这跟催花无关，就是如果你想这个花期长一点的话，开花的时候停肥少水。接下来分享的是同时催花的水培春石斛。这水培催花成不成功呢？我想可以说是成功，但是要打折扣的成功。它跟刚才的那一盆根本就无法比较，因为水培它很难做到催花的3要素。第一，由于它是水培的，里面有水，我不敢把它挪到室外。有水的话，蚊子很容易在里面产卵。还有，当太阳照射，水温升高的时候，就变成水阻兰根了。所以我一直把它留在室内，没有挪到室外。室内跟室外的光照就相差得很远。光照不足是直接导致开花少的原因。第2，水培是裸根的，催花要控水，裸根、干根就给兰花施肥造成了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难给它施磷钾肥，所以我只能采用喷肥的方式，在枝干和叶片上喷肥，但是这种肥就很稀薄，而且一下子就干了。还有，这个时候是控水催花，不能很频繁的给它喷施，这就造成了它营养不够，这就直接导致它开花少。综上所述，我觉得春石斛不太适宜水培，但是如果你很喜欢水培的话，而且不介意它的花量少的话，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的植株看上去还是很健康的，它的枝干还是很饱满，这里还长出了2个新的花芽，看到吗？从这个角度就看到2个新的花芽继续在长出。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，看看这个花苞下面长了一条根，另外这个枝条，这个2个花苞下面长了有3条根，胖嘟嘟的，非常的可爱。这个现象我也是头一回遇上，不知道花开过之后会不会在这个位置长出一个小苗呢？这个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惊喜呢？很期待。春石斛通常它会在角的这个地方长出一个苗芽，往上长的通常是，但是这个就有点怪了，因为这里是没有植料的，
下面、上面都有光，他就不知道刚往哪个方向走了。走着走着，他有点觉得不对劲了，所以又往回跑了。还算不错，迷途知返。水培就有这个麻烦，我以前就曾经试过有死不回头的。还有很多人都关心水培的栏根会不会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长的水晶根头，所以水培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你喜不喜欢这种方式，还有不嫌它的花量不够大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植料养的和水培的2种春石斛催花的方法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谢谢收看。